小庸、李先生，你们怎么一起来了？乔姐姐大喜的日子，我自然要多沾沾喜气啊。刚好李大哥也在，原来李先生就是你心中的意中人吗？李大哥他是很好的人。乔姐姐，明日婚礼了，你可欢喜？我自然是十分欢喜的。相知相守难得，恭喜乔姑娘了。我带了点喜糖作为贺礼，不成敬意。多谢先生，先生有心了。久闻这个山庄景色不错，不知在下可否在庄中自行转一转？李先生请便，刘小庸陪我说会儿话就好。乔姐姐，李大哥他不擅长言辞和交际，乔姐姐莫怪。这礼堂虽不是特别贵重，必也是真心准备的。我说他什么了，你就急着护他？其实他送我喜糖，反倒让我觉得很亲切。人生过半载，渐渐入戏，少年不了情意，往事又不提。倒酒可白衣，翩翩入戏，只是笑而不语，一厢深情举杯饮不尽。长夜漫漫陪月亮在屋顶，拨开云舒星星，就知情仇忽远又忽近。自古有多少英雄豪杰，能够以生死赌得过爱恨的输赢？酒一杯，逍遥最相宜，提一笔，故人同归去。不过是挑个自己喜欢的结局。问一句莲花的悲喜，断一柄弃剑入情泥，寥寥心事。门主，乔姑娘现在在门外呢，说说呗，什么时候娶人家？今天是门主18岁生辰，你就开始催她娶亲，不嫌太早吧？哎，不早，有人18呀都抱娃了。门主，比乔姑娘再好的呢，也别讲了。反正早晚都得娶，不如早点把婚事办了。我们这都着急吃喜糖呢，是不是？哎，没错，是呀，没错。放心啊，阿冕出嫁的那天，少不了你们的喜糖。当然，最甜的喜糖，那是留给我的阿冕的。听见没有？门主心里面早就有所安排了。我们祝门主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早生贵子。来来来，喝酒喝酒。问一句莲花的悲喜，断一柄弃剑入情泥，寥寥心事只不负众生而已。还都是老样子。当时师兄出事后，我将他身上的物件都收到了这里。哟，这是又拿什么东西了？啊？哎，你怎么在这？这是我舅舅的故居，我来这里很奇怪吗？反倒是你，这鬼鬼祟祟的进我师傅房间干什么呢？别又说你迷路了。机会难得，我只不过是来观赏一下四顾门的景色。看完了之后呢，也没有什么不一样的。走了。你向来对江湖琐事不感兴趣，怎么会突然对四顾门感兴趣了？
机会难得，一时兴起，不可以啊。你会来乔婉冕的婚礼就很奇怪。你说为了单孤刀的遗愿寻找骸骨，偏偏又认识销声匿迹10年的狄飞升，现在鬼鬼祟祟跑来这里，这里才是你真正的目的地。李莲花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嘴里能不能有句实话了你？这破案上瘾了是吧？我没有兴趣跟你个小朋友打哑谜啊。